他明明是中央副主席，竟然向苏联专家告密，说党內有親美派。他嫌自己權力不夠大，想當黨內2號人物，還揚言要扳倒劉少奇。在會議上批博社劉，私底下搞串聯。毛主席很快看清了高崗的陰謀和野心，在會議上對他發出警告，但高崗卻並不理會，還在繼續搞串聯。直到7屆4中全會召開，他的陰謀被毛主席徹底粉碎。1949年，劉少奇秘密訪蘇前夕，高崗找到在東北工作的蘇聯專家科瓦廖夫，編造謠言說中共內部存在以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。科瓦廖夫回國後向斯大林匯報此事，還說劉少奇組織了對高崗的無根據批評。斯大林將這份報告轉交給了毛主席，但並沒有引起毛主席的重視，這也讓高崗變本加厲地造謠和抹黑劉少奇。當時高崗的許多主張都很受毛主席看重，因此自認為是東北王，而劉少奇則多次因為右傾受到批評。1951年，劉少奇和李立三明確表示支持鄧子恢工會要代表工人利益的觀點，高崗則強調黨政工一個目的，反對鄧子恢的觀點。但是由於毛主席公開批評了李立三的觀點，並解除了他全總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，雖然沒有直接批評劉少奇，但他也不得不在7屆4中全會上做出自我批評，這讓高崗再次看到了機會。1952年，中央調整機構高崗擔任國家紀委主席，被稱為經濟內閣的掌門人，使他的野心急速膨脹。之後，政務院推出新稅制，提出公司一律平等納稅。毛主席大怒，嚴厲批評了周恩來、鄧小平、薄一波等人。緊接着，又批評了劉少奇領導的黨中央工作存在分散主義，要求所有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都必須經他看過，否則無效，並在否則無效下面加了着重號。同時，將政務院22個部中的8個部劃歸高崗領導。這一系列的變動讓高崗覺得時機成熟了，他不僅要扳倒劉少奇，還要扳倒周恩來。於是在6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，高崗看準時機，公開批博社劉，還在私底下到處串聯，鼓動別人放炮。他鼓動陶說要重整一下薄一波，被陶铸拒絕後，他又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，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。他把劉少奇1949年天津講話、1951年山西批示等觀點都算在薄一波頭上進行批判，明批薄一波，暗攻劉少奇。但薄一波一眼看穿了高崗的用意，為了不讓事態擴大到中央領導核心，他拒絕做第3次檢討。毛主席察覺會議走偏，立刻讓陳雲、鄧小平回來參加會議，這才降下了批判的調子。但高崗並未就此收手，會後他變本加厲地散布流言，說劉少奇在7大被抬得太高，只搞過白區工作，沒有軍事和根據地經驗。他提出軍黨論，說黨分為白區黨和根據地軍隊黨，現在權力掌握在白區黨手中，應當徹底改組。那麼毛主席對此是什麼態度？高崗友是如何作死的呢？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。